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远古文明 X。在哈密的伊乌县呢，一支考古队呢曾经发现了一只诡异的青铜羊。经过测定呢，这只羊起源于距今有3400年左右的帝罗文明。这个存在于夏商时期的文明当时的科技远超夏商。据说他们的青铜羊呢，能够预知未来，窥探到人类文明的终极秘密。只是看过它的人呢，都难逃厄运。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地外文明帝罗。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楼兰古国呢，曾经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小国。这个沉睡在沙漠之中的小城呢，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难解之谜。据说楼兰古国曾经遭受了瘟疫灭国，之后的一部分人呢，迁徙去了纳支，还有一部分人呢，留在了罗布泊附近，就是后来的罗布泊人了。楼兰的后裔呢，带着求生和探索灭国之音的梦想活着。他们代代繁衍呢，一直没有找到那场瘟疫的根源。而纳支古城呢，现在叫拉布乔克，在哈密的伊乌县，是一座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了。这座古城最吸引人的地方呢，是一份当地的考古记录。在伊乌县城郊附近的一座山上曾经挖掘出了一片古墓群。考古队在一座华丽的墓葬中就挖掘出了一具青铜北山羊。那只羊的表面几乎没有受损，出土时候呢，是放在一个陶瓷的匣子里面。开了匣子呢，甚至还可以看到青铜的光泽。经过分析判断呢，这座墓葬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呢有密切的关系。到挖掘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总共挖掘出了100多座完整的墓葬。上级将这座古墓群呢命名为拜契尔古墓群。可就在一天晚上呢，那只青铜北山羊出了问题在保管青铜北山羊的那段时间呢，文物保护组呢接连出了几次事故。起初队员们认为这只是意外，但是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之后，就发现呢，这些明显的意外可能都源自于那只青铜北山羊。根据研究呢，青铜北山羊的来头跟帝罗文明是有直接联系的。帝罗文明呢，东起于山丹，西至安息和哈密，文明的线连绵上千里。这段文明大概距今有3400年左右了，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文明。帝罗文明在史册上几乎没有记载。到了近代呢，在哈密的山丹一带呢，陆续出土了不少有关于帝罗文明的古墓。经过一系列科技手段的分析呢，才使现代的人对帝罗文明呢有了一定的了解。研究就指出呢，帝罗文明属于青铜时代，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冶金技术，也有相当严格的社会文明的规范。考古专家从一些铭文的壁画里得出结论，他们的文明程度远比中原的夏商文明要高出许多，技术呢也更加先进。而帝罗文明的出现曾经一度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有学者就为这个文明打上了一个 X 的符号，称其为 X 文明，意思呢就是神秘莫测和未知的，拥有无数种可能。那青铜北山羊呢，是 X 文明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种种的迹象就表明它的神秘力量跟 X 所表含的意义呢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楼兰古国与帝罗文明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只青铜北山羊目前被藏在拜契尔古墓群博物馆的地下建筑里。这份资料呢是袁森的一位学习地质学的朋友宋清提供的。袁森看完这份资料之后呢，一探青铜北山羊的秘密的决心就更大了。因为楼兰灭国之后，迁徙往纳支的楼兰人和 X 文明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线索在他的心头不断的缠绕。做了简单的准备之后呢，他马上就启程前往了哈密的伊乌县。此次袁森准备进入深山腹地的博物馆。大山里有2座博物馆，一座呢是山岗上的，另一座就是大山腹部的博物馆了。而山腹的博物馆比山岗的博物馆要大得多，里面有非常完善的安保措施，是某位重要的人物的金库，里面藏着许多古西域出土的珍品。青铜北山羊呢就藏在博物馆中心的位置。当年建造地下博物馆呢，不仅仅是因为青铜羊，还与这一座山体的地理构造是有关的。那特殊的地理构造让整个地下博物馆诡秘异常，常出怪事儿。而宋清呢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很快就带着他们绕到了山后。山后是一个弧形的凹面，半径非常大。走了不久呢，一个山洞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山洞往里呢有一条石缝，目测能够容纳一个人侧着身子钻进去。石缝的边壁毛糙，没有人工刻凿的痕迹，跟前方方方正正的入口完全不同。进去之后呢，袁森就开启了手电。中庭的下面流水潺潺，中庭上面呢纵向跨了一座拱形的石桥。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呢，前面隐约出现了一座辉煌的城堡。那座城堡的规模很大，建筑风格很怪，
它看起来古朴原始，充满史前文明的痕迹的味道，看起来并不像是现代的建筑。而宋清的队伍就先进入了古堡，袁森4人还在门口观察。古堡门外呢，一个青铜人雕像就屹立在门口，高约2米。青铜人腰系兽皮裙脸上的轮廓很深，鼻子硕大，有点像没有完全进化完的人。而那个哈萨克战士就爬上了这个青铜台顶上看到巨人的头顶上破了一个大洞，洞里呢拴着一个黑粗的链子，垂直到很深的地方。康巴萨二话不说呢，就抓着这个粗链子钻进了青铜人的腹内。于是一行人下到洞底拿手电照了照，他们容身的地方往前就是一个宽2米的甬道。往前走了一段呢，甬道两旁就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坑，坑里面满是白骨累累。袁森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坑里的人骨比一般的人骨要大许多，像是巨人的骸骨。但是手掌骨呢，就比普通正常男人的手掌要大1倍了，像脊椎骨盆骨就更加明显了。难道这就是 X 文明的埋骨之地吗？据考证呢 ，X 文明是夏商之间出现的一段文明，近代西方探险家齐聚中亚，才意外地发现了 X 文明的存在。有一位 X 文明的研究权威探险家根据当时文明的残片推断的，X 文明有一个神秘的埋骨之地，那里神秘莫测，隐含着窥探人类文明的终极宝物。X 文明呢是母系社会制，他们的王权掌权者都是女性，男性呢只负责劳作和狩猎，女权主导一切。他们留下的文明残片中呢几乎没有男性的记载，所有的祭祀活动呢、重大决策呢都是围绕着女性展开，而且他们几乎都是一个巨人民族。根据推测 ，X 文明人的身高是在2米到3米之间。他们崇拜太阳，建造了许多太阳墓和怪石谷，拥有先进的冶金文化。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X 文明的科技程度是远高于当时的中原文明的。文明的发展源于交流，一个封闭的氏族社会科技文明发展如此之快，让探险家们束手无策，无法理解。那 X 文明在历史上只存在了500年左右，在商朝早期一夜失踪，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留下了震惊世人的文明残片。残片中记载着堪称神迹的文明结晶，但按照宋清的说法呢 ，X 文明的埋骨之地是由一支考古队意外发现的。埋骨之地隐藏这么深，怎么会被一支普通的考古队意外发现呢？这个理由就非常的牵强了。而 X 埋骨之地能够被找到，还能够花费巨资进行保护，它后面必定有极其复杂的原因。袁森越往深处想呢，越觉得此事不可思议，自己好像是无意中进了一个大的迷局。而 X 文明和楼兰的灭亡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甬道的深处呢，亮起了一束光。由于距离太远了，那束光在深处的黑暗中更像是一个巴掌大的斑点。他们在甬道上跑了很久，渐渐的就看清楚了正在半空中向上攀爬的宋清。宋清看起来很吃力，身下是一个黑黝黝的东西，也看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几个人加速走近之后直到进入手电光的有效范围呢，赫然才发现了宋清正在攀爬的东西是一尊奇大无比的青铜山羊。而那个青铜山羊的双腿前迈，挺身拔背，一颗硕大无比的头扭向身后，眼睛呢妖娆异常，在手电光的刺激之下泛着一层绿油油的光泽。青铜羊的一双犄角之上拖着一个圆盘状的东西，样子古怪，不知道是何物。袁森看到了青铜羊，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就是这个宋清给他提供的资料是有问题的。他起初以为这个地下博物馆中藏的那个青铜羊只有饰品大小，抬手就能拿走，想不到居然是一件如此庞大的古物，这也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呀。当宋清爬上青铜羊的犄角顶端的时候翻身就上了那个铜盘，非常虔诚地趴在这个铜盘之上。袁森用手电光在他的身上来回移动，但他浑然未知，只是痴痴地盯着那个铜盘上的东西，不停地挪动位置，像是在鉴赏一件绝世宝物一般。袁森突然抬头就看到了宋清从这个铜盘上突然站起来，扭头看了看悬崖边的众人，眼神异常诡异。宋清看了他们片刻呢，就对着茫茫的深渊仰天大笑。接着他突然站起来，从铜盘上纵身而下，他的身影坠入了茫茫的深渊之中。深渊深处还传来了宋清绝望悲凉的苦笑之声，很久才散去，像是来自于地狱的声音。在深渊的边上的人看着宋清的这一系列动作都被吓得目瞪口呆，每个人脑中都闪烁着一个疑问：他们在青铜盘上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刺激他而坠落深渊呢？ X 文明的埋骨之地的宝物究竟是什么呢？于是他们走进了青铜羊，
袁森举起手电筒在黑暗之中找到了青铜阳头顶上的大铜盘，他把光聚集在这个铜盘上，光线突然被折射指向了虚空，那原来是一面镜子呀。宋清在镜子里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才导致了他绝望跳崖。而无奈之下呢，袁森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青铜古堡，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探险队撤离地下博物馆的时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武力攻击。之前废弃的暗堡、机关、暗岗呢，全部都进入了高度戒严的状态。安保方面就发现了有人闯入青铜古堡，所以当时的探险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了地下博物馆。他们还没有离开伊务县城呢，就收到消息，地下博物馆被安保方面彻底炸毁，而 X 文明的埋骨之地的神秘青铜阳呢，也随着坍塌的地下博物馆被永远的埋在了地下。这一段在古西域文明史上昙花一现的远古文明遗迹也就随之消失了。在伊务县城呢，袁森就开始寻找突破口。他发现之前提到的哈密大盗姚勒伯斯呢，是最早找到青铜阳的人。事后他还活了20年，最后在宝岛寿终正寝，是一个唯一没有被青铜阳诅咒的人。而袁森最好奇的是，姚勒伯斯在青铜阳镜里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找到青铜阳的人中只有他没有被诅咒呢？没过多久呢，探险小队就找到了一条线索。姚勒伯斯是1971年在宝岛病逝的，他的子孙呢随后移民美国，已经无法联系了。但是姚勒伯斯叛乱时期的卫队长还在伊务县，人还活着。那个卫队长名叫布伦加普，已经80多岁了，住在伊务附近的拉普乔克古城，也是楼兰灭国之后一部分楼兰人迁居的纳支城。布伦加普呢就住在拉普乔克古城的一处地窝子里面，平常呢也不和其他的村民来往，一直呢被村民们誉为怪人。袁森等人找到了这位老人呢，向他就提起了青铜阳的事情。而这位老人呢，就长叹一声为他们讲起了半个世纪以前的故事。老人就说在他还是姚勒伯斯的卫队长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人在拉普乔克古城就挖到了一堆奇怪的东西。有人偶然就在坍塌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座隐秘的地洞，地洞很深向下延伸了好几百米。于是老人就带队呢，亲自下了密洞。那走了很久才到底最底一层呢是一座非常大的山洞，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尸骨。最吓人的地方不是这些，他们还发现了一些长着4手4脚的尸体。袁森就想起来了楼兰王城上的壁画，以及楼兰女王得到了神秘的铁箱之后，王城里就陆续出现了长着4只手4只脚的怪人，还有不少人得到了怪病而离奇死去。自此以后呢，这座中亚最繁华的城市就开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没过多久呢，楼兰城就在一夜之间被风沙掩埋了。停了半晌呢，这个老人继续说道，说山洞里呢还有许多的屈卢文的木板，他还带了一些木板离开了古城。事后呢，姚勒伯斯就找了许多屈卢文的专家呢，他们根据翻译后的文字得出结论，屈卢文里面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老人就说这个古城呢是楼兰人藏匿之地。楼兰古国灭亡之后呢，一部分的楼兰人迁居在现在的拉普乔克古城，他们还带来了长出了4只手4只脚的族人，在古城的地下挖了一座庞大的山洞，供这些怪人在地下生活。那4手4脚的怪人以人尸为食，那只古城的楼兰人呢，在山洞里就投向了大量的人尸供怪人食用。从楼兰灭国往后的上千年的时间呢，居住在那只古城的楼兰后裔呢，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导致楼兰灭亡的铁箱子的来源。他们从哈密到河西走廊呢，收集了许多资料，后来找到的线索就证明了铁箱子源于一个巨人之国。所谓的巨人之国呢，就是历史上的这个 X 文明。拉普乔克的楼兰人的后裔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找到了一处巨人之国的埋骨之地。他们把这个埋骨之地的地图呢，详细记载在了这个屈卢文的木板上。而这个姚勒伯斯呢，就请专家们根据这些文字绘制出了埋骨之地的地图。当姚勒伯斯拿到地图，他在这期间就受到了一名特务长官的怂恿，决定为了巨人之国的埋骨之地的宝藏，占领这个伊务县。姚勒伯斯当时就用这个主力部队围住伊务县，交给了副官指挥，他自己率领着亲卫队去找巨人国的埋骨之地。听翻译屈卢文的专家说呢，埋骨之地呢是巨人国贵族的墓葬，里面的珍宝不计其数，让人眼花缭乱。而埋骨之地有一件上古神物，叫做青铜阳宝镜，得到那个东西呢，姚勒伯斯的军队将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些都是那只古城楼兰人在屈卢文木板上所记载的原话，非常诱人。而姚勒伯斯呢，对于得到这个埋在伊务县某处的巨人国的宝藏信心满满。
亲卫队长呢，在预定的地点挖了半个月，挖通了一条通往山中腹地深处的通道。就在这个时候呢，阿山领袖乌斯满却意外地出现在姚勒伯斯面前。姚勒伯斯就问他说，不去领导他的牧民部队跑来伊务县干什么呢？乌斯满就说听说姚勒伯斯亲自率领着卫队在伊务县挖了半个月，他就很好奇想跑来看看。显然是这个乌斯满知道了姚勒伯斯在挖什么宝物，于是他只能和这个乌斯满一起进入了地下通道。他们一起找到巨人之国的埋骨之地，埋骨之地呢有一座巨大的青铜羊，而青铜羊脚上顶着的那个青铜宝镜呢，乌斯满就先爬了上去，在青铜宝镜前照了照。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呢，这个乌斯满在青铜宝镜前面就吓得目瞪口呆了，费了好半天的劲才下到地上，和宋清当时的反应如出一辙。姚勒伯斯本来也想去照照铜镜，见乌斯满变成这样呢，就拿了一些珍宝就出来了，他没照。他说青铜宝镜的确是一面宝物，他需要请教那名特务军官，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他再回来。后来听说这个乌斯满大军呢，在北塔山接连遭到了一些重创呢。乌斯满呢，不是被叛乱的军队打垮的，他可能是在中蒙交界的这个北塔山遇到了一些怪物，从包围中逃出来之后，乌斯满元气大伤，不久呢逃亡到阿尔金山，没过多久就被平叛的军队给抓了。而姚勒伯斯呢，没有照过这个青铜宝镜所以才能够活到1971年。许多年之后呢，布伦加普就根据记忆确定了当时他们挖的那个入口的位置，而找了一处夯土薄弱的切入口挖了一条长洞就进去了。这条50米长的洞穴呢，他一个人当时他说他挖了10年，终于呢切入到了主洞口。这么多年来呢，布伦加普老人由于对冥冥之中的敬畏和恐惧呢，一直都守护着这个密洞，却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进去过。于是呢，元森就举着强光手电筒搀扶着这个布伦加普老人一起进入了洞穴。他们走完狭长的长洞就转入了一条宽阔的山洞，石头上刻着蚯蚓一样的缺罗纹文字。当时的王会小心记录这些文字他们旋转朝下走了将近1个多小时元森的手电光照到了山洞深处的一块巨大的石碑，横在洞中。石碑上写了一行屈罗文，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绕过石碑呢，后面就是一座巨大的山洞。山洞下面有一排大坑，坑里面都是白骨堆积如山，头骨、腿骨、躯干数不胜数。他照着白森森的骨架呢，仔细一具具的辨认，至少有5具是4手4脚怪人的骨架在那里。也就是说，生活在那只古城的楼兰人的后裔至少有5个4手4脚的怪人，而楼兰女王去火焰山却只带了1个。由此可以推断呢，事后楼兰城里又发现了更加庞大的变异，所以怪人的数量增加了许多。据说那一次剿匪行动的到最后呢，乌斯满不战而降，他可能就是在中蒙交界的北塔山遇到了什么东西。根据这条线索呢，一行人就决定前往北塔山，寻找更多有关于青铜宝镜的线索。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讲解。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